嗨，亲爱的书友们，欢迎来到书海时光，一个为你每日推荐好书的心灵驿站。赶快关注我们，一起畅游书海，让阅读点亮每一天的精彩。今天，我想带你走进一本充满奇思妙想与深邃哲理的书——伊塔洛·卡尔维诺的《树上的男爵》。这本书自问世以来，便以其独特的叙事风格和深刻的思想内涵，吸引了无数读者。卡尔维诺，这位意大利的文学巨匠，以其非凡的想象力和对人类社会的敏锐洞察力，创造了一个既奇幻又真实的世界。树上的男爵讲述了一个贵族少年科西莫·皮奥瓦斯科·迪日隆多因拒绝吃蜗牛而决定永远生活在树上的故事。这个看似荒诞的决定，却开启了他非凡的一生。书中不仅描绘了一个充满冒险与奇遇的奇幻世界，更深入探讨了个人自由、社会责任、人与自然的关系等永恒主题。那么，为什么这样一本书值得我们深入探讨呢？在当今这个快节奏、充满压力的社会中，我们是否也曾渴望逃离，寻找一片属于自己的心灵净土？科西莫的选择，或许能为我们提供一种全新的视角和思考方式。让我们从一个引人深思的问题开始：在一个充满规则和束缚的世界里，个人自由究竟意味着什么？科西莫用他的一生，给出了一个令人震撼的答案。第一部分，个人自由的追求。树上的男爵首先是一部关于个人自由追求的史诗。科西莫从12岁起，便选择生活在树上。这一决定不仅是对家庭和社会规范的反抗，更是对个人自由的极致追求。卡尔维诺通过科西莫的故事，探讨了自由的真正含义。自由并非简单的无拘无束，而是一种对自我意志的坚持和对内心信念的忠诚。科西莫的选择，源于他对自由的渴望和对自我价值的认知。在书中，卡尔维诺写道，他始终认为，为了与他人真正在一起，唯一的出路是与他人相疏离。这句话深刻揭示了自由的悖论。只有在保持自我独立性的前提下，才能实现真正的自由。那么，我们如何在现实生活中实现这种自由呢？首先，我们需要明确自己的价值观和人生目标。正如科西莫选择生活在树上，我们也需要找到属于自己的树，即那些能让我们感到真实和自由的事物。其次，我们需要学会在社会中保持自我独立性。这并不意味着要与社会隔绝，而是要在遵循社会规范的同时，不失去自我。通过阅读树上的男爵，我们可以学习如何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，找到属于自己的自由之路。第二部分，社会责任的承担。尽管科西莫选择了远离地面，但他从未真正脱离社会。相反，他在树上积极参与社会事务，帮助村民，抵抗外敌，甚至参与政治活动。卡尔维诺通过科西莫的故事，阐述了一个重要的观点：社会责任与个人自由并非对立，而是相辅相成的。科西莫在追求个人自由的同时，也承担起了对社会的责任。书中有一段经典的对白：我并不是逃避责任，我是在寻找一种新的责任。这句话揭示了科西莫对社会责任的独特理解。他选择了一种与众不同的方式来履行自己的社会责任。在现实生活中，我们也可以借鉴科西莫的方式，将个人追求与社会责任结合起来。首先，我们需要认识到，个人自由和社会责任并非不可调和的矛盾。通过积极参与社会事务，我们可以在实现自我价值的同时，也为社会做出贡献。其次，我们需要找到一种适合自己的方式来承担社会责任。这可以是志愿服务、社区工作，也可以是其他形式的公益活动。通过阅读树上的男爵，我们可以学习如何在追求个人自由的同时，不忘社会责任。第三部分，人与自然的关系。树上的男爵还深刻探讨了人与自然的关系。科西莫生活在树上，与自然融为一体。这不仅是一种生活方式，更是一种哲学思考。卡尔维诺通过科西莫的故事，表达了对自然的敬畏和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批判。科西莫选择生活在树上，是因为他认识到，人类并非自然的主人，而是自然的一部分。书中有一段感人至深的描写，他与每一片叶子、每一根树枝都建立了深厚的友谊。这句话生动地描绘了科西莫与自然的亲密关系。他并非征服自然，而是与自然和谐共处。在当今这个环境问题日益严峻的时代，科西莫的生活方式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。首先，我们需要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，认识到人类并非自然的主人，而是自然的一部分。其次，我们需要学会与自然和谐共处，这包括减少对自然资源的过度消耗，保护生态环境，以及积极参与环保活动。通过阅读树上的男爵，我们可以学习如何在日常生活中践行环保理念，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。第四部分，冒险与成长的旅程。科西莫的生活充满了冒险与挑战，从与海盗作战到参与革命。他的经历不仅是一段奇幻的旅程，更是一段成长的旅程。卡尔维诺通过科西莫的冒险经历，探讨了成长的真正含义。成长并非简单的年龄增长，而是一种对自我认知的深化和对世界理解的提升。
书中有一段令人深思的描写：每一次冒险都是一次自我发现的机会。这句话揭示了柯西莫对冒险的理解，他并非为了冒险而冒险，而是通过冒险不断地认识自我，提升自我。在现实生活中，我们也可以将冒险视为一种成长的机会。首先，我们需要勇敢地面对生活中的挑战和困难，将其视为自我提升的契机。其次，我们需要保持开放的心态，积极探索未知领域。通过阅读书上的男爵，我们可以学习如何在冒险中成长，在挑战中提升自我。第5部分，孤独与自我认知。柯西莫的生活虽然充满了社交活动，但他始终保持着一种深刻的孤独感。这种孤独感并非消极的逃避，而是一种自我认知的途径。卡尔维诺通过柯西莫的故事，探讨了孤独的真正含义。孤独并非简单的孤立无援，而是一种对自我存在的深刻思考和对内心世界的探索。书中有一段令人动容的描写，在孤独中，他找到了真正的自我。这句话揭示了柯西莫对孤独的理解，他并非被孤独吞噬，而是在孤独中找到了内心的宁静和自我认知。在现实生活中，我们也可以将孤独视为一种自我认知的途径。首先，我们需要学会在孤独中与自我对话，倾听内心的声音。其次，我们需要认识到，孤独并非一种消极的状态，而是一种自我提升的机会。通过阅读书上的男爵，我们可以学习如何在孤独中找到自我，实现内心的平和与宁静。书上的男爵不仅是一部充满奇幻色彩的小说，更是一部深刻探讨人类存在意义的哲学作品。通过柯西莫的故事，我们学会了如何在追求个人自由的同时，承担起社会责任，如何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找到和谐共处的途径，如何在冒险与成长中不断提升自我，以及如何在孤独中找到真正的自我。现在，我诚挚地邀请你走进书上的男爵的世界，去感受柯西莫的奇幻旅程，去思考那些关于自由、责任、自然、成长和孤独的深刻问题。让我们像柯西莫一样，勇敢地追求自己的梦想，坚定地承担起自己的责任，在人生的旅途中不断地探索与发现。记住，书籍是心灵的食粮，而书上的男爵正是这样一本能够滋养我们心灵的书。让我们一起阅读，一起思考，一起成长，去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。